有雾以后，好漂亮啊！雪花很大哎。看一下我的新的板子跟鞋子。一次买3天的话，一天是6100，可以滑到晚上8点半，包含夜滑。鱼小螃蟹。 苗场里面最多吃的杂货店，应该就是这一间了。我们在很热的田代湖，哇！这就是拥有自己的鞋跟板的第一个好处。这一集去的是苗场滑雪场，它位在东京西北边的新泻线，从东京车站搭新干线大概75分钟就能到越后汤泽站，再到车站东口转到预约好的苗场大饭店，免费接驳巴士，约40分钟就能抵达雪场了。嘿，现在在苗场滑雪场，回房间准备换装出门。今天就是要来试用我的新的雪鞋跟雪板，来看一下新的雪鞋哦，27号半 Salomon 的双波啊，雪板是这个3手指的叫什么 Battalion， 我不知道怎么念，Salomon 的 Binding， 新的雪板包，总算顺利的抵达日本。好。 准备着装，第一次自己带自己的装备来。刚刚下去感受一下温度，今天天气刚刚好，应该在0度以上，然后风没有很大，不用穿太多。出发了，出发了！新的板子来了，114楼本，好像这边的缆车券，我们是这边的住客，一次买3天的话，一天是6100，可以滑到晚上8点半，包含夜滑。这样其实划算蛮多的。 不然单买的话就是一天7200啦，然后夜滑是3500，平日跟礼拜天的话是2500。新的Binding啊，好了，试试看了，还没办法穿了，好了，没有什么感觉。这新的板滑起来就很开心。这新板刚打蜡完，在平地滑就超级顺的，跟上次租的板完全不一样。 哇，这个板非常柔顺啊！哦，这是苗场的4号缆车出来，聚集了一堆新手。哇，这个板突然不会滑了，而且这边冰面加速好快，板好像有点太短了，再练习熟悉一下。现在在苗场2号线。 现在在5号缆车，来玩一下这个 Park 公园。先走一个斜斜的小巷子过去。就是这边的苗场的 Park， 有一些小斜坡跟一些水管，还有一个小圆圈，感觉要够矮的人才钻得进去。 小螃蟹了，屁股好痛，摔了一下，屁股太痛了，一飞起来就歪了。这里就是苗场，面对地图最右边的绿线蓝线，左边是绿线，右边是蓝线，然后在右边那边好像是上指的黑线。好了，还有这一群新手们。 最右边这条绿线还蛮不绿的，好冷哦，现在。现在正式开始进入夜滑了，非常的暗啊，连形容词都快看不到了。夜滑出发，看一下动作。哇，
现在已经是日本时间晚上6点左右，现在是夜滑时间。刚刚练的超级卓趟，在这个3号缆车，这是绿线，然后也有蓝线，但是大家主要滑的好像就是绿线的部分，它在700多公尺高，它缆车又是高速缆车，蛮快的，人不多，真的可以好好练功。然后今天用了自己的板跟自己的鞋子，我的刻滑 carving 好像有点样子了。没有人的时候，真的是最好练功进步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打扰你，就可以安静的想一下自己可以改进什么。今天用了自己的雪鞋跟雪板，真的就是不一样。光是toe赛压在鞋舌上的时候，反应就非常灵敏，脚就真的完全不会痛。看到下午的时候，脚的侧边因为我的脚偏宽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啊。因为雪鞋毕竟不能太松嘛，太松的话，滑行的反应就会变比较慢。虽然是144公分的板，然后我大概170，有点偏短，但是滑了半天以后就蛮适应的。加上我当初在 Murasaki 买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说他帮我打非常好的蜡。今天一开始在单脚滑行的时候是超快的，其他人用租来的板单脚滑行的时候完全不会动，所以有打蜡真的差蛮多的。就好像在那种冰面雪况的时候的那种滑行速度，快到我觉得太棒了吧！有自己的板跟鞋子真的超好的。只觉得你会继续滑雪的人，就可以直接先买鞋子，大概增加30% 的滑行能力，差很多。我大概滑1年到2年，租了应该至少有5、6间店，大概只有1、2间店的鞋会是穿起来算舒适的，其他其实都不太合脚。像我的脚又是偏宽的，真的要找宽楦头的那种品牌的鞋子才比较适合。苗场的夜滑是5点半到8点半，应该会练习到8点半，然后再去泡一下汤。我们明天再继续看看，我适应这个板之后能不能有更多的进步。来，板子我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吃完早餐又开始下大雪了。哇，哦，雪花很大哎。今天在试这个新板。第二天早上第一滑，热身一下。现在要来搭这个甘多拉2号，终于可以上到比较高的地方。这缆车上去就能看到苗场最漂亮的大斜面。大概10分钟就达到这里了，啥都看不到啊，雪茫茫一片。那一条好像是绿线啊，你们要去绿线热身吗？带了3个新手，我们就沿着这个蓝线滑下去，滑到地图的最左侧，看一下怎么样。第二天这个板滑起来，好像蜡就掉了。单脚滑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往前滑很多。他们好像要玩一下雪。哦哟，勇者，今日第一滑就先这样子测试自己的能量。哦，哇，这太硬了吧！先不要玩这个游戏。终极者，这边下山。他说这边是没有新手区，所以你可以搭这个2号甘多拉在下山。如果你太害怕的话，最陡的斜度27度。他们要挑战嘛，视线不好，有点危险啊。这段前面蛮斜的，但是滑一滑以后，雪就变软了。这边有2条线，我们应该就是走右边下山了。这是我们的新手。滑下来，这边是A1跟山上急走路线。哦呦，翻了一圈，准备再加速一段。刚那里感觉还不错，等一下他们。苗场2号缆车快接近最下面的蓝线了。
对，3位新手的话，大概半个小时才从2号赶到啦，那个滑下。新手不要尝试，他们大概第2天雪林，中午就被我带上去，不是带上去啊，因为他们说想要上去看风景，结果上面一片雾。滑下来这段真的是有点辛苦，还蛮好玩的。这边有挖苦的路线，挖苦 Snow Train 那里小朋友玩的，然后还有一些雪橇跟雪莲滩。这个2号缆车对于2天雪林的新手来说怎么样？难度还可以，路用飘得下来。那个有悬崖呀，也比较软，就比较好飘。对，你比较不会怕跌倒，没有那么痛。但是还是很痛，所以很多次还是很痛。5号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2号缆车最上面大斜面，结果现在大太阳，跟刚刚的天气完全不一样哎，漂亮。提前去旁边出来左手边的绿线滑一下，我们滑完那条绿线，来到刚刚这边的27度蓝线的起点，没有雾，哇，好漂亮啊！5点前最后一趟，在最左侧的3号缆车嘛。目前是我跟这个自己的板跟自己的鞋子使用的第2天，那今天还是觉得我自己的鞋跟板很好，主要是鞋子啊，我就算应该有90% 的合吧，除了左脚的脚后跟在滑到很后来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地，但大部分时候都没有。整体来说，穿起来真的非常合脚，试到一双自己的盒子真的非常重要。忘记说我的板子这一张 Italian 的 Whatever 144公分长，我买的时候店员跟我说，146公分好像是这张最适合我的一个长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这张板是折价买的。这个板子感觉真的是偏短，又比较软，所以在做一些企鹅走路或者是弹跳、平花的一些动作的时候比较轻松。但是在carving的话好像比较难，虽然我本来就还不是很会，稳定性的确是有稍微差一点，但整体真的就是比较轻，做变向的速度反应蛮快，但就是缺少一点稳定度嘛，因为毕竟它比较短，但就是滑行会比较不稳一点。现在录一段终极蓝线，看一下今天的有没有进步。第2天5点整。你现在要来了。好了，对，我们就只剩下2号馆前面的5号缆车夜滑到8点半了。晚上在5号缆车夜滑，现在很冰很冷，不是粉雪不能乱跳，出发了。夜滑真的是练功的好时间，要练了反脚滑行，还有一点点carving，还有一些平花360度跳跃，练了好几趟。就是可惜夜滑在平日跟周日只有开这到5号缆车，不过相对价格比较便宜，2500，那人也是没有很多。刚刚测了一下，搭上来加滑下去大概10分钟一趟，但是距离8点半大概还有1个小时，应该还可以再练个6、4。
苗场里面最多吃的大锅店应该就是这些了，有泡面、饼干，还有饮料、牛奶、冰淇淋、酒类，还有手套、装备什么都有。这卡士达蛮好吃，这个沙沙卡也蛮好吃，还有伴手礼哦。要开到晚上10点。来到第3天了，苗场最后一天了，应该也是今年2024-25的最后一天滑雪了。今天面罩戴好，昨天没戴，鼻子回去整个超红的。然后今天的天气就是不会再下雪了，大太阳，要能拍到漂亮的风景，但是雪稍微硬一点。就是这里啊！我决定带几位新手去神乐雪场搭一下苗场到神乐这个龙缆车，我是第一次搭，要搭20分钟，然后就有很多绿线的联络道很平。他们今天第3天学习的是绿线联络道的考验。龙缆车，突然发现游戏也是龙，没有，其实它是乌龟。作者说它是乌龟。前面就是前往神乐田代区的缆车。哇，跑了一圈了，我们卡饼好像越来越强了。经过昨天的夜滑之后，卡饼有点样子了。抵达龙缆车了，这个4位新手也安全的抵达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出发了，接下来可以休息20分钟左右。这是能打开还是不打开？不能丢垃圾出去，不能把它光丢出去，不能吃。对。我们等一下目标就是看到田代。然后就可以回来了。那个应该就是了，田代湖吧，第一次滑雪的外国人。坐20分钟，12点来到田代区。漂亮。田代区果然没什么人，连新手就可以好好练功了。上个厕所，我们就开始滑了。最后一天在神乐，终于快要到田代湖了。我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这个过了就到湖了。真热这是我刚滑的路线，不错吧？现在在神乐的一个联络道休息，新手滑这个联络道真的蛮辛苦的，太平了，单板的话很容易就停下来看。前面就是田代湖了。田代湖滑行一下，田代湖之行到这边结束了，好玩吗？田代湖好玩啊，好爽啊！这边人比较少，对，而且比较大。那边主要是太挤了。我们要继续搭龙缆车回到苗场了，可以搭免费的接驳巴士回去。你只要住苗场王子大饭店，说免费接驳车。新手团看完田代湖，然后他们去玩雪具了，因为他们是租来的。虽然票可以夜滑，还因为雪具店早早关门，所以只剩下拥有自己板跟鞋的我可以继续滑。这就是拥有自己的鞋跟板的第一个好处。先看一下苗场，傍晚的时候还是蛮漂亮的，但是现在的雪就是真的超级滑的冰面了。
这一次来不像上个月去白马那样粉雪，好像做什么动作都很强，以为自己进步，其实没有，只是因为粉雪的时候容错率比较高。这次来刚好好好练功，顺便适应一下新的鞋跟板。那我觉得拥有自己的鞋子真的非常重要，滑行能力真的是增加大概30%，差很多哎。然后板子呢，我觉得携带的问题真的有点太麻烦，寄飞机要托运，然后你要背着那个板包拿来拿去，就算你说用寄的，就变成你要花钱花时间去处理这些，或者是你就算寄放在日本，那你还要一个费用，你还要联络处理，加上雪季完了你要封板，你要把它清理干净，你要打蜡，这些都非常麻烦，所以买板真的要考虑清楚，你确定你真的很爱滑雪，那再买。那好处真的就是省掉到雪场租板的时间，至少要花半个小时去租装备。那如果有自己的鞋子的话，去用雪具店的板，其实它的价格不会比跟鞋子一起租的便宜多少，所以要省钱，你确定你会一直滑，那你就鞋子跟板一起买啊。至于苗场的雪场，真的人潮偏多，现在已经是季末了，加上现在星期一人其实还不少，而且又是在饭店前面的 ski in ski out， 真的很方便。但是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，但我觉得第一次来尝试滑雪的人，这个应该真的会觉得很方便，因为走出来就到了，然后滑累了随时可以回去休息。他们在那里。刚讲到哪里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雪场真的非常适合新手来，但另一个不适合点就是新手人太多，这边就只有一个4号馆前面那个4号缆车嘛 ，Romance Lift， 真的非常的浪漫，就是真的很慢，但所有新手都集中在那边，所以变成那个大家压过的那个雪就变得比较冰面，没有那么好滑。那我觉得最好玩，像我中阶的滑行能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最旁边的6号馆前面这一条3号缆车，长度刚好，然后坡度中等，有绿线蓝线，但是绿线我觉得也没有非常的绿，所以可以练习一些滑行或 carving。我有带新手他们来滑，他们就觉得哦，才滑1-2天，这个对他们来说太陡了，而且那里只有星期六夜滑才好看，我就觉得在那边练功超棒的，升级升超快。那平日跟周日就只有2号馆前面的5号缆车有夜滑，就比较短了，然后那边还有公园跳台。哦，那现在冰面就是昨天跳了一下，摔到一下，超痛的，后来就不想跳了。好了，这个开箱子的鞋子跟板子，还有苗场滑雪场，那今年的雪季应该就到这边结束了。这次有成功了，练出了一点 carving， 然后反脚也进步很多，又拥有了自己的板跟鞋，好开心啊！那我们明年见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这次带他们跟哥哥一起来玩得非常开心。人生真的一定要带自己的亲人、好友或另一半来滑一次雪或赏雪，真的非常浪漫。但也是有可能因为教学上的问题造成吵架的问题，尤其不能教自己的另外一半。然后滑雪是需要很长时间在等待的一个运动，所以会等你一起滑雪的人要好好珍惜啊！拜拜。滑雪是一个适合40岁以下的人的运动，不是吧？所以我才可以来。好饿哦，在墙壁前面，他可以把玻璃撞破了。现在是夜滑时刻，整个雪场都是我的天下。